那么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讲怎么样喷这样子塑料的保险杠啊。この番組はハイスピードマシン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我们所用到的工具呢，也是你能平时在五金店啊，或者是 Canadian Tire、像 Princess Auto 这些东西可以买到的。像这种架子呢，就是在 Princess Auto 可以买到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工具了，我们一一来讲啊。首先呢，就是砂纸。我们所要用到的砂纸呢，分别是比如说600啊、800啊，还有1500。这里我选用800、1500，然后呢外加一个2000，这样子的话做出来的比较细一点，外加一个无尘布 Scalp Pad。 这些工具是不是看得很复杂？但是不怕，我们先来讲砂纸怎么用。首先呢，你需要用一个800或者是600的，也可以用 Scalp Pad 来代替。就是我们在洗完我们的 bumper 过后呢，我们再用它，把每一个细节全部都打磨一下，然后这样呢，让漆面能抓得更好一点。其次呢，再要用无尘布把它表面的一些静电呐，或者小灰尘啊，这样去掉。再一个就是 Adhesion Primer， 这个呢是在你清洁完 bumper 过后，打磨完过后需要喷的一层东西，这个是在底漆之前需要喷的一样东西。其次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个底漆了，外加你需要根据你车的型号的色号去买一个这样的正漆，这上面写的就是 Original Honda Colors，Color Code 呢是 NH578，也就是 Taffeta White。再又是比较关键的一行东西，像这样子的一个2K 的清油 2K Clear Coat，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硬化剂，也就是说你摇完过后呢，把这个东西取下来，然后按在这个上面。等一下我再给大家做示范。首先呢，我们来清洁 bumper， 就是这个地方有个小细节，你不想让水呀被这个上面这个架子的小海绵所吸收，这样从而导致这个漆的有一些像这种地方，因为接触的地方有点不大好的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们先把它放地上来做清洁。我们尽量呢用刷子把每一个细节都洗一下。虽然里面喷不到，但是你还是要把灰尘稍微洗一下，以防你到时候喷的时候这边的灰尘站起来，就会飘到你要喷的地方，这样就很烦。尤其是像这种有卡扣这些小地方，我们都要把它稍微清一下，因为像这种地方特别容易积灰，而且我的 bumper 是放在外面的，所以我们更需要稍微清洗一下。比较值得注意的是，如果你在擦之前呢，最好用一种黄色的这种无纤维布才行。我们先给它慢慢把它擦一遍。我们尽量呢，先把这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方水带掉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挂起来，然后进行下一步东西。注意你擦的时候呢，尽量呢向一个方向擦，就不要来回这样擦，因为这样来回擦的话，本来都擦过的地方又会积上水。像这种地方有点胶，我们到时候用除胶剂要把它稍微除一遍。这是我说的第2行东西。好了，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架子上面先。如果我们先放上去过后，你还可以发现表面有很多水渍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来慢慢擦。主打一个就是耐心。有很多人就是说 DIY 很难呐，或者做不好什么之类的，主要是就是说过于着急，就会有这些问题出现。我们先慢慢把它擦干。像这种有一些小点点，我们等下就要用一些除胶剂来做一遍。喷漆的时候呢，像这种，尤其像这种塑料的 bumper 啊，最忌讳的就是有油或者是有胶在上面。好，大概擦干了，我们稍微等它晾一下，因为还有一些小的角落啊，你不可能擦掉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让它自然风干。顺便呢，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温度和湿度是多少，因为喷漆的话很忌讳，比如说太过于潮湿，又或者是说太过于炎热这种事情。我们今天的温度呢是大晴天，25摄氏度，今天不会下雨，湿度是大概38%，OK 还 OK。那么下一步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，我们就要用到 Grease and Wax Remover， 我们再次清理一遍。做喷漆之前，永远都是准备工作大于喷漆，你准备的越好，喷出来的效果就越好。像这种地方有像这样子的一种痕迹，这个就是焦或是油了。就尽量呢把节奏放慢一点。如果你是不是很会的话，就是我们来做这种东西，就是要尽量的把节奏放慢。注意每一块地方都要擦掉。有些地方呢，比如说有点多的地方，你可以来回的多擦一擦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一些胶啊或者是油什么之类的东西，要把它慢慢要把它去掉才行。
有些地方稍微呢擦不下来的地方，你可以稍微带点力，大概手啊就是这样子。有的人呢喜欢用小拇指夹着，其实都可以。看，我们每擦一遍过后，你的毛巾上面就会有一点点黑色，这就是处理下来的一些蜡呀或什么之类的。因为像这种东西出厂的时候呢，它们上面会喷一层保护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你就要需要一层一层的将它们全部都处理掉才行。然后呢，注意有些地方你看不见的时候，你可以像这样偏着看一下，哎，这里有一点，你再进行把它擦掉。这个2次清洁呢，其实比第1次更重要。有很多人喷漆在家里啊。就像这种喷这种东西的话，就会忘记这个第2步。很多人就直接用600的砂纸直接啪打磨了，出来的效果啊，橘皮什么之类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 DIY 在家里 DIY 不好的。然后呢，你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尽量就是要保持通风了。像我们现在把整个大门全部都打开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处理的差不多了过后，我们现在等它自然的风干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用我们的 Sculpt Pad， 然后来进行一个打磨表面。你们大概能看到 Sculpt Pad 的话，有点像你们那个快捷布的反面那种感觉。当然呢，我们也用不到一整块，所以我们稍微剪一剪就好了，像这样子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用 Sculpt Pad 的时候，尽量就是这个手姿势，就用小拇指稍微顶一点这个地方，然后大拇指捏到这个角，用其他的3个指头把它按压住。给你们看，你磨过后大概是什么效果？能看到这边就是磨过的时候，这边就是没有磨的时候，没磨的时候还是比较光滑的，然后磨过的时候呢，就是比较粗糙一点点。我们继续将它打磨一下。就这样磨到什么程度呢？你就要看不到这些光滑的地方，你这个整个棒本就磨好了。Tack Cloth 是什么时候用 ？Tack Cloth 是每一次，比如说我每做一层过后 ，Tack Cloth 是为了去表面的静电和一些浮尘的时候用。比如说我这一层打完过后，我就要用到 Tack Cloth。就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就需要多一点耐心，就是时间慢慢的做就好了，就不要千万急不了，这个东西急不了一点。难怪有些喷漆地方60-100，就是因为是人工啊，就人工啊。那有的时候像这种边边角角比较毛糙怎么办呢？我们还是准备一个800的砂纸，然后将它呢稍微修一下就好了。因为表面的一些地方呢，你砂纸有时候会重会什么样之类的，表面地方我们最好是用 Sculpt Pad， 像这种边边角角的，我们清理一些余料的地方呢，我们就用一个800的砂纸，600也可以。OK， 经过几个小时的磨过后呢，我们现在还用一遍，整个都清理一遍。我在擦的时候呢，能感觉到我的汗毛啊是被吸起来了一下，就代表上面有静电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要用到 Tack Cloth， 把每个角落都擦到，一定要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用我们的 Tack Cloth 把它整个都过一遍。注意 Tack Cloth 一定要向一个方向刷，手法一个方向，一个方向。我们再斜看一遍，有没有什么粉尘？还有一点点。OK， 下面一步很关键，就是要用到我们的 Adhesion Primer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为了让它更多的粘合力。然后呢，因为146在后面的话，我们现在先把146包一下。OK， 我们将后面的146包好了，这样就不会飘上去了。开始喷这个 Adhesion Primer， 在喷之前呢，最好摇2分钟，给它全部都摇匀了。因为这个棒本比较大啊，我分的时候喷成1段、2段、3段和4段，这样来的话就是你就不会很慌。所以我们先一段段来，浅浅的喷一次就够了。注意你走路的时候稍微慢一点，以防带起来一些小灰尘，像这样，我就看到了。OK， 顺便我们在摇底漆的时候 ，primer 的时候，我们先顺便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还有一些小的尘土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我们的 Tack Cloth 一定要拿到手上。第一遍你不要想着一次性喷好，就是开始，现在只是第1遍而已。
忘记戴口罩了，今天尴尬。等待一下，等第一层 coat 干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喷第2层。注意保持节奏，不要让它留漆。就是你时不时的时候要清理一下这个嘴，因为它会有一点小滴在上面。这还是 primer 还 OK， 这就是喷枪和 spray can 之间的有一点不好的地方。好了，第3遍的话，我们刚刚拿的距离就比较开，第3遍的话可以稍微近一点点，但是你还是要保持大概1拃的距离，差不多这么多。我们来喷第3层。昨天呢有点心急，不应该就是磨完过后上完 primer 然后直接再喷的。其实按道理来说，做这种喷漆的话，应该是1天磨，然后 primer 过后第2天再喷漆，因为你的 base coat 和那个 clear coat 要一起完成。但是目前的状况来说的话，我们还是有补救办法。我们先用1000或者是800的砂纸湿水打磨1遍过后，再用除油剂除1遍过后，我们再喷2层。再用1000的砂纸，1500的砂纸给它湿水磨完过后，最后上1遍清漆，上2到3层清漆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它洗1遍过后，吹1遍。然后我们找一块无纤维布把它擦干，注意你擦的时候不要来回擦，向一个方向把它擦，这样的话有助于你扫掉一些水呀，或者是一些小的粉尘什么之类的。水基本上我们擦干了过后，我们也静置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再做1遍，就是 Grease and Wax Remover。然后我们再用到我们的 Tack Cloth。就你最好喷漆的时候呢，准备一个像小扇子，这是为了保持一下通风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门呐打很开，如果打很开过后的话，也会有一些灰尘啊飘进来。但是对于不通风的里面来说的话，第一会有潮湿气，第二的话也可能会你自己也不太舒服，所以你最好就是戴上口罩啊，然后保持一个通风这样。我们再喷1层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等它干。进入下一步的话叫做 tack dry， 等它静置大概差不多20分钟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再用 tack cloth 把所有的小灰尘全部都去掉。这一步你可以夹杂一个，比如说用1000的砂纸去细微的打磨一下，也可以不用，直接用 tack cloth 把它整个清理掉，然后我们再来上清漆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用一个新的 tack cloth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使用说明书啊，他说你要至少摇2分钟，然后呢就把这个盖子拿下来顶到后面，然后这样子它的硬化剂就进去了。
我们最好呢拿一个灯再检查一遍有没有什么尘埃或者是色差之类的，它可以调整。像我们目前这个状况来说的话，已经是十分的不错了。我们就稍微的把这些尘埃都去除掉。这样比较硬哦。这个过程呢，需要24到48个小时，等它完全干才行。然后我们再进行抛光和修补一些小东西，因为上面还是难免逼标有一点小尘埃，但是问题不大。等48个小时过后，再来告诉你们怎么修补这些小的细节。就大概这个时候呢，要磨到什么程度呢？OK， 我们再用水把它冲洗一遍。Oh God！